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咱们一天天的总是更新战争之人，估计很多人都看腻了，所以这一次咱们换个口味，来拿战雷分析一下各种主战坦克在当今的战场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如何。就比如最近发生于东欧的一些冲突吧，我们很难再看到各种坦克之间互相对打，他们大多都是被无人机或者是巡飞弹之类的东西攻顶给击毁的。我们人类传统的这个坦克设计思路呢，就是将正面做得很硬，以抵御来自正前方的各种威胁。但现在这波看来，真的属于是时代变了。在很多视频中呢，我们能看到一些无人机将那种反坦克手雷，甚至是普通的破片手雷往这个坦克的舱门里扔。我们现在就拿这个苏系的坦克来做一个例子。首先看这个装甲分析呢，苏系的它这个脑袋啊，很具有迷惑性。就是我们从外面看它这个脑袋还挺大的，但实际上它这一圈都是铸造装甲，很厚，只有最中间舱门这一块区域呢是比较薄的45毫米的装甲。我们这里打开防护分析呢，选择一下德军在二战时期装备的这个75毫米破甲弹，它的这个破甲穿身呢有80毫米，并且 TNT 当量呢也只有870克，这大概可以模拟出无人机挂载的反3之类的反坦克手雷。然后在这里我们垂直往这个坦克炮塔上丢呢，可以看到如果你丢在这个炮塔的这个一圈的这个装甲位置的时候，它是无法穿透的。这个地方的等效厚度呢，一般都有个40-50厘米，但是再往中间挪一下呢，这个等效大概就会降到5厘米左右。所以我们唯一能够有效打击的区域呢，就是它这两个舱门。从这个舱门位置投进去呢，金属射流大概率会杀伤它的成员，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引爆底部这个旋转装弹机上的弹药，直接就能让整台车飞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网上能够看到的很多视频中，那些无人机都是对准这些圆脑袋的舱盖投弹的原因。然后来看一下西方的高富帅，在这儿我们面前的这台是豹二 A6， 打开这个装甲防护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顶甲前半部分也挺厚，40毫米，但后半部分这个成员舱的位置就只有20毫米了，并且打开内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毫米所覆盖的区域内部实际上都是这个坦克的核心部分。里面有这个成员还有弹药，所以假如有无人机往它这个部位扔了一颗小的反坦克手雷的话，大概率也是会造成非常可观的后效的。尤其是豹豹炮塔左后方的这个弹药架，一发这个破甲弹扔进去呢，金属射流就可以引爆其中的弹药，届时就算是这个分隔开的弹药架保住了成员的性命，车内的情况怕是也得一团糟了。不过有一说一，豹豹这个大脑袋的迷惑性也挺高的。我们从外面看它这个炮塔很大，但实际上它内部的核心区也就是这两个舱门附近，包括这个左后方的弹药架。如果无人机将他们的小破甲弹之类的东西给扔在了这个炮塔的前面的1/3的部分，那打进去不是炮栓就是他们的这个复合装甲，是很难对车内造成什么实际性伤害的。然后扔到这个后半部分呢，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个后半部分是空的，在战雷的这个内构里呢，没有显示它里面有什么，现实中可能是杂物箱之类的东西。如果有了解的伙伴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多多科普。至于西方的另一款高富帅这个 M1A2 呢，它的炮塔是比豹豹的小了一圈，然后我们看内构呢，实际上它这就有点皮薄馅儿大了。你们可以看到前面呢，这个复合装甲的部分并不是占这个炮塔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假如有这个小无人机往这个中间这很大一块区域投弹呀，要么是炸坏炮栓，炸到它这个成员组，要么就是直接扔到这两个很明显的这个弹药架这里，将它的弹药引爆，搞不好呢，这整台车都会因为这一次的偷袭失去战斗力。所以相较之下，这个苏系紧凑的小脑袋瓜子是最难被无人机从上方攻顶的，有效的打击部位就只有这两个舱盖，其他部位要么是贴了爆反，要么就是打进去是实心的。但是比起西方高富帅呢，
这个圆脑袋的一个弱点就是它的这个动力舱没有防护。如果我们从上方投弹的话，是可以直接将它的发动机给炸坏的，这样这台车就趴窝了。所以虽然它这个中心的核心部位很难被攻顶打击，但它这个后面的动力舱部分是很容易被打到的。反观一下北约的这些车呢，他们都把这个炮塔的后脑勺给刻意延长了一部分，不管是放不放弹药，还是说单纯的就用来放杂物，它都延长了一部分，这就导致他们正好可以盖住这个发动机。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挑战者2一样，它这个裸露的部分呢，里面是散热器和传动机构，但是发动机这里是正好被这个脑袋给盖住的。所以假如有小的破甲弹攻顶，想要袭击他们的动力舱呢，就很难直接打到他们的发动机，最多就是打坏他们的这个传动机构。当然这个传动机构被打坏了，在战场上也是来不及修的，其实也就相当于是趴窝了吧。这一趴窝呢，后续等待他们的就是炮击啊啥的。最后再来看看咱们自家的东西，咱们这个大脑袋呢，也是做了一个很长的后脑勺，然后看内构的话，它也是刚好盖住了我们的发动机，这一点跟西方的高富帅很像。但是我们也采用了这个苏系坦克的转盘装弹机的设计。从正上方观察呢，这个前半部分的复合装甲还有炮栓已经挡住了大半的这个装弹机，但后半部分它还是暴露出来的。所以为了预防这个攻顶呢，我们的这个头皮上是贴满了爆炸反应装甲的。而且跟别人家的东西不太一样的是，咱们为了尽量的覆盖住这个炮塔的上方，咱们这个爆炸反应装甲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形状，甚至连这2个舱门的上方都额外添加了一块不规则形状的一个反应装甲。所以假如有巡飞弹或者是破甲弹之类的东西砸到这些部件上的话，大概率是会触发这个爆反，然后被挡下来的。这么一波对比下来呢，这个西方的很多车子他们倒是不怎么在意被攻顶这一件事情，他们的顶部装甲呢就是个20毫米左右，也没有贴爆反之类的防护措施。所以就如同最近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战况一样，可能他们的大脑袋战车更无法适应现代的战场环境。好了，咱的水平呢也就只能拿游戏搁这儿胡乱分析一通了。如果各位有更加专业的看法呢，还请在评论区多多留言，我们下个视频再见。